欢迎来到丽声国画小课堂。好，现在咱们看莲蓬勾好了之后，咱们再用一个胭脂色，对，胭脂色调了之后，笔尖上来一点点的墨色。那么首先我画第一个叶子了，看过来，第一个叶子从哪里走？咱们从这里走啊。你看，我先给它画一个让它卷起来的一个尖尖啊，先画一个卷起来的尖尖，然后呢，从哪里走？看，从咱们花瓣啊，离咱们的这个莲蓬比较近的地方，莲根根的地方，那么我画一个，让它卷起来，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在创作的时候啊，想怎么去画都可以。你看这里，让它走过来，然后呢，尖尖一点点，看这边给它卷一点点，卷过来。第二个花瓣从哪里走？我第二个花瓣啊，给它从上边走，好。也画一个，因为大家知道到秋天的时候啊，这个花瓣的尖尖它也会有一点点卷卷的感觉，是不是？那么你看，咱们定头梳尾，看，先画它卷起来的这种感觉，画完之后，咱们再继续看一下啊，咱们再继续，那么让它下来，你看和荷叶一样啊，这个就是和咱们的荷叶一样，让它有一个呼应。那么你看。我再给它画它，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变化。那么最后呢，连到哪里？连到咱们的这个莲蓬的根根啊！你看，我现在这一笔下来了。那么现在再继续看过来啊，所有的花瓣画的时候一定记着连到咱们的莲蓬根根上。那么现在你看，一个长的，一个短的画好了，咱们再继续给它再加一个，好不好？来，咱们这边再给它加一个很漂亮的，让它继续扣起来。你看，那么这个线条啊，画的时候就要非常流畅一点，对，下笔要利索。那么，给大家说的这些啊，就是在学的过程，那么就根据咱们的小写意双钩，你看，好收起来。那么这一个花瓣咱们收了起来。那现在咱们把莲蓬画一下。那连荷杆啊，咱们的荷杆，那么荷杆的位置我定到这里。那么现在你看，今天啊，我把叶子的位置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叶子的位置在哪里？你看，我今天啊和大家既然分享，咱们把这个也给大家分享的很漂亮一个啊，让大家知道，就说其实这个残荷其实它很美，秋天的荷花啊，它非常美。那么咱们在表现的时候，你看，我先把它上面，你看斑斑驳驳。啊，这个变化画出来，然后到这里，我给它再画一个卷起来，叶子也让它卷起来，啊，这个就是都是到咱们课程里边啊和大家分享的。那么现在你看，我今天啊和大家既然分享，咱们给大家也分享一个更加漂亮的。那么现在我把叶子卷了起来，好，现在我继续下边再给它这个叶子画一个啊。今天看过来，咱们这个就是把它，你看，画一个卷起来的叶子，怎么画？我今天画2个卷起来的叶子，那么一个卷的一个，下边再卷一个，那么继续下来这一块啊，再让它这个叶子有一个变化。所以说这就是第一步。你看，咱们画的时候用定头梳尾的线条啊，那么把叶子这种斑斑驳驳的感觉，咱们先把它定出来。那么整个画面现在看到了叶子在这一部分，咱们荷花藏到这个叶子的一边。好，继续咱们再看荷杆的画法啊。那么荷杆，你看藏到这个叶子的后边，这个就是咱们在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什么适当的关系。那么今天啊，咱们再给它下边再加一个小的花瓣，好不好？咱们给它下边加一个很漂亮的花瓣。首先看过来，咱们莲蓬颜色怎么晕染啊？那么莲蓬的颜色怎么晕染？那么又用的是藤黄色。第一步，藤黄色花青和咱们的什么颜色？和咱们的太青蓝啊。现在想要绿一点，那么咱们晕染的时候调的时候啊，就黄颜色对少一点点，然后咱们的太青蓝多一点点。
但是今天的这个啊，咱们给它晕染的时候，只把边边稍微晕染一点点绿的颜色。那么里边呢，咱们就要让它稍微的黄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啊，这是一个秋天的荷花。那么现在你看莲蓬里边啊，我就给它稍微的绿一点。那么晕染的时候啊，笔尖上是你看点了一点点咱们的太青蓝，是不是？那么现在调了一个，你看这个绿颜色，它是不是就有了变化了？啊，这个绿颜色呢，咱们就有了变化了啊。现在这是第一步啊，有了变化之后，看过来，咱们再用一点什么颜色？再用一点点花青色啊，用一点点花青色，看，把咱们这个边边的地方稍微给它点一下，还有哪里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莲蓬窝窝的这一点点啊，咱们给它也点一下。好，点完之后，那么现在看过来，咱们侧面的莲蓬怎么画？侧面的莲蓬今天啊，也是调一个浅绿色之后，笔尖上来一点点的烟紫色，加咱们的花青，先调烟紫，再调花青。那么从哪里走？咱们从莲蓬侧面啊，侧面，看了啊。那么现在再压一下，你看，让它这个颜色呢要有一个变化了啊。咱们不能说莲蓬这个上边是绿颜色，下边也是绿颜色，就画一个绿颜色。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来能把这个结构画出来。你看现在啊，咱们继续给它走一点啊，我呢下边给它来了一点点黄黄的颜色。好，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莲蓬是不是第一步就出来了？看一下莲子的画法啊。我们一步一步的画，莲子画的时候，第一步先用咱们的花青啊，仍然画一个有立体感的，很漂亮的。那么这个立体感从哪里来？这个啊，就是大家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结构。那么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结构是哪里来的啊？今天看一下啊，一点点深绿色，然后呢和咱们的这个橙黄色稍微调一点点啊，稍微调一点点，然后把莲子咱们晕染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说想要绿的话，咱们给它这个深绿色多一点；想要它黄的时候啊，那么深绿色里边橙黄加的多一点点。现在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咱们素描课程就是咱们的新朋友，或者就是说咱们买了这个系统课的朋友啊，不会打形的朋友，给大家的一个福利。这个看完之后你觉着用处不大，那么可以退掉。这个课程和咱们正式课一样啊，一直上传。好，现在咱们继续看过来。我现在要加一点太白色了啊，加太白色加到哪里？加到咱们的这个莲子，你看就点它了，亮的颜色就出来了。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啊，咱们这个莲子对它的立体感就要画出来。现在再调一下啊，你看再调一下，笔尖上咱们再调一下，你看点一下它这个颜色啊，咱们点一下。那么这样呢，莲子一步一步的这个亮颜色就出来了，是不是？你看，尖尖上想让它黄一点，咱们这个太白色里边啊，稍微加了一点点的橙黄。那么这就是咱们画这个莲子的时候，怎么能把莲子的立体感画出来？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莲子是不是已经亮亮的出来了？你看，笔尖上咱们再调一点颜色。好，现在莲子这是第一步，这里要给它点了啊。给它再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珠标色，让咱们的莲蓬呢稍微亮一下。那么还有咱们的这个莲子窝窝的地方也看过来啊，这个可以加一点点咱们的灰绿色，对，让它稍微重一下。
加一点点就可以啊，加一点点。只要到收拾了，我呢把这个山绿色，我给咱们的莲蓬边边稍微来一点点山绿色，把它的莲蓬的边边提一下。那么只给这个最边的时候，咱们提一下啊，这个就是简单的提一下就可以。那么你看，轻轻的提一下，然后下来咱们给它里边啊稍微加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加了一点点山绿。这个颜色从哪里走？看过来啊，从咱们紧挨着莲蓬窝窝的地方，你看，咱们把莲蓬扫一下。所以说这就是今天啊第二步用的实色。那么这一步啊，大家在晕染的时候也要注意了，颜色不能调得太厚啊，不能调得太厚。你看，现在莲蓬全部出来了，现在咱们就画到莲子了啊。莲子尖尖，我用一点点珠标色，笔尖上咱们来一点点，你看画一个小圈圈啊。你看莲子的尖尖啊，咱们给它画一个珠标色，我先把它勾一个小的圈圈，这个也可以用胭脂色勾。那么勾完之后，我就要画莲子的亮的地方了啊，尖尖给它提一下。你看最亮的，现在就是大家每一次说的，到最后的时候咱们就是画龙点睛了。对，点的时候用小号笔，颜色稠一点。今天咱们这个啊，和大家分享的时候画一个带一点黄黄的颜色的花瓣吧。那么首先看。那么绿颜色的话，咱们这个笔尖啊就要调一点点浅绿色。那么看，我要从哪里走啊？咱们笔尖的地方，你看从里边稍微扫一下啊。咱们今天分享一个稍微带一点点绿颜色的。那么扫在第一下，你看临到莲蓬根根的地方，自然是这个绿颜色的，是不是？然后呢，笔尖上啊。那么每一次从反瓣的地方看，咱们扫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就是咱们秋荷系列，给大家再继续分享一个，因为这2天给大家上传10几个课了啊。这是第一步。那么这里仍然啊，给它就是靠近莲蓬的地方，咱们给它一个稍微重一点的颜色。你看，我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大家现在看到咱们这个莲蓬呢？靠近这个核杆的地方，是不是稍微的绿一点点啊？你喜欢稍微绿，咱们可以多调一点。说喜欢那么黄一点点的，那么黄颜色调多一点。那么现在看到咱们这个啊，这是第一步，我把这个花瓣你看里边啊，给它这个是反瓣的地方，咱们给它扫了一下。反瓣的地方扫了一下，那么下来啊，咱们看一下花瓣的外边啊，花瓣的外边啊，咱们也可以给它尖尖的地方啊，稍微给它一点点，紫颜色也可以，那么胭脂色也可以，这个就是大家喜欢怎么去画都可以，只需要给它这个花瓣有一点点有一个层次感就可以啊。你看，我尖尖给它一点点的紫颜色。稍微给它一个紫颜色。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一下荷花花瓣的画法。那么花瓣呢，我要用一个太白色了。第一步完了，现在就和大家分享太白色怎么来晕染。你看笔尖上调一点点颜色啊。现在你看笔尖的地方，我点它一下啊，一定记着，咱们这个颜色晕染的时候是从笔尖，你看。笔尖有一点点白颜色，笔根和笔肚是清水。那么现在你看，扫一下下来的地方，咱们扫一下。现在每一个啊，每一个都你看点它。那么这一步啊，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用笔。你看
笔尖上是怎么的太白色，所以呢，你看笔尖走的时候紧挨着咱们的墨线，这是第一步啊，紧挨着墨线。那么这里呢，反过来再走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啊，这个给大家分享的时候，你看笔尖是重颜色，是不是？那么到后边的时候，自然笔锋上的颜色就淡了。你看颜色不够的话啊，太白色不够，咱们你看压一下就可以，那么它自然的就会扔扔的就出来了啊。咱们的这个课程啊，就是跟直播也是跟咱们课程挂钩的。就是和大家互动的，和大家沟通的，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内容，咱们给大家上的时候就多上传一点。现在看过来啊，咱们笔尖上颜色先是反瓣重，那么下来就到了什么了啊？你看大毛笔刮一下啊，咱们这个稍微细一点的颜色，咱们就要画里边了。那么里边的颜色呢，自然就要比外边稍微淡一点。那么你看。我轻轻的压它一下，对，那么压完之后，大家看到咱们这个颜色自然它就淡，是不是？然后笔尖往外，咱们看，轻轻的扫一下，对，现在咱们的这个花瓣呢，它就有了变化了，你看是不是？里边的颜色就淡一点点，反瓣的颜色就重一点点。那么现在咱们继续看过来。这今天啊，咱们一共画了3个花瓣。现在你看，我再把它压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花瓣是不是一层一层韧韧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么咱们在课程里边啊，给大家就是大家不用说，一节课给大家先教花头，花头教完了，第2节课是咱们的花瓣。咱们给大家的每一节课啊，是按照每一幅完整的作品来看，不算课时啊，不按课时算。那么课时可能会给大家上到几百节课了，所以说咱们的每一节课啊，给大家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啊。那么通过完整的作品，让大家跟着咱们去坚持。现在大家看了啊，咱们白颜色，你看笔尖上来一点点白颜色，我呢把这每一个啊。咱们结构的地方，咱们刚才这个白颜色需要提的地方，你看我用笔尖上来一点颜色啊，太白色，对，把它提一下。每一个看到现在的时候，咱们把笔尖我提一下，指笔尖的地方啊，咱们来一点点太白色，一定记着，现在是咱们笔尖来一点点的太白色。那么现在再继续，你看笔尖上。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的这个花瓣呢，是不是它的姿态就出来了啊？它这个层次感，还有呢花瓣的这种韧韧的感觉就出来了。你看现在啊，笔尖上颜色再淡一点，我呢把它有的地方再提一下，只把咱们花瓣尖尖的地方啊去提一下。现在3个花瓣韧韧的感觉都出来了。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咱们就要画什么了？咱们就要看一下荷杆蕊丝啊。现在呢，咱们拿出来，我拿出来这个啊，因为咱们荷杆呢还有一个小刺啊，我把它再点一下。那么荷杆这个上面的纹路啊，可以画也可以不画，这个纹路可以画可以不画。那么现在点小刺的时候，注意你看，长长短短啊，那么把它的小刺，你看这个荷杆，咱们有一个遮挡关系。那么今天的荷叶和大家也分享一个啊，那么从哪里走？你看荷叶它的收饰在这里啊，这是第一个荷叶，这上面的一个荷叶卷起来的，大家看到我刚才画了一个让它荷叶卷起来的。那么这一个荷叶呢，你看它的叶脉啊，大家也知道是什么颜色的，是这个伞状的。那么我今天啊，我和大家分享，你看可以从前边啊，也可以从后边。现在你看今天我画的时候，那么可以从前边走。那么勾这个叶脉的时候，太白色啊，不要勾得太稠啊，你看不要勾得太稠啊。那么这里因为它
哎呦烂掉了呀，咱们不管它，不管它，让它啊继续。这个就是不要勾的太厚重啊，厚重的时候，那么就少了韵味了。你看啊，我这里你看继续可以勾它啊，让它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变化，是不是？你看，那么下来这里继续勾它。所以说今天啊，和大家分享就是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漂亮的页面。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就不管它了啊，因为它这块有一个反瓣，是不是？你看反瓣的地方，咱们可以卷它一下。那么这里继续，你看啊，让它这个花瓣呢、叶脉呢要有一个变化。你看画到这里的时候啊，其实也很简单，想怎么画都可以。那么因为这边翻过来的这边是反瓣啊。也可以不勾，待会儿这边呢也可以不勾，咱们待会儿都晕染了。如果想勾的话也可以啊，你看这里想勾的话也可以。那么现在啊，继续看过来，你看我现在用细细的白颜色，那么下边再继续看过来，再走它啊，这个也是，你看，把它再走一下。我现在用的是2号笔啊，咱们的2号笔勾花瓣的长瓣，还有勾咱们的叶脉啊，都是非常好用。荷杆先调一个交叉色啊，咱们先调一点点交叉，交叉调了之后，现在看过来，咱们笔尖来一点点花青色啊，来一点点花青色。好，咱们从上边你看最重的地方看过来，我一笔下来啊，那么上边呢，你看稍微停顿一下，笔锋压一下，那么大家看到咱们上边的颜色是不是重一点？那么这里继续，你看让它从这个穿插的过来，这是一笔颜色啊。那么现在你看只有交叉色了，是不是？那么自然的这个荷杆呢，它这个浓淡的变化就出来了。你看简单吧？好，现在咱们继续看一下蕊丝啊，蕊丝怎么去画？笔尖来一点点啊，墨汁啊。那么这个啊，就是说可以用看双勾勾它的线，对，那么也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时候用什么？用咱们那个点染的方式也可以啊。我先把它点一下。我今天因为要设计一下咱们这个啊，给大家如果漂亮，那么大家喜欢，咱们仍然给大家上到课程里。我今天把这个蕊丝啊，给大家也上的漂亮一点。那么先用咱们的这个，你看小的这个笔啊，咱们先把它勾一下。那么蕊丝的尖尖啊，这个勾不勾都可以，咱们待会儿继续点染它。你看，那么蕊丝点了一下，啊，好，继续，你看这里我用今天啊这个双勾就很淡，你看非常淡。蕊丝第一步看过来，咱们今天啊先用一个珠标色啊，咱们今天啊看过来先用珠标色，我笔根啊笔根沾一沾，咱们用珠标色。加笔尖来一点点的胭脂色啊，我呢要从这里走了啊，笔尖来一点点胭脂色，重的地方我把它先压一下。那今天啊和大家也分享一个很漂亮的蕊丝，那么再来你看，这个就是靠近咱们莲蓬根的地方，先是珠标色啊。我笔尖有一点点的胭脂色，那么下来再用什么颜色？鹅黄色。你看，我继续点染它。你看，现在咱们用一个鹅黄色，把刚才咱们勾的有墨线的地方，我把它扫一下。所以说，哎，不同的这个画面啊，咱们在这个给大家设计的时候，那么就不一样了。你看，今天和大家再分享一个蕊丝的画法。你看，这是第一步，是咱们刚才有什么颜色？刚才大家画的有咱们的胭脂色和珠标色啊。现在你看，就继续啊，让今天啊这个蕊丝，那么下来这里啊，咱们可以让它再露出来一点点啊。你看。我本来勾线的啊，今天这个没有勾了，咱们就给它点染一下，用上边啊
够了。那么下边你看，我用稍微带一点点斜的，这里再给它走一个。那么现在这是第一步啊，大家看到秋天虽然咱们是秋荷，但是通过这一抹黄黄的颜色啊，黄黄的颜色让咱们的这个画面呢更加漂亮一点点。好，咱们再继续啊，你看，我再点它，这是用的是鹅黄色。好，到现在的时候啊，那么就看过来，咱们就点它的尖尖了啊。尖尖点的时候，咱们用什么来点？咱们太白色啊，看过来小号笔啊，用咱们的1号笔，咱们用太白色加了咱们的藤黄色了啊。现在你看，我就要点咱们的蕊丝尖尖啊，在咱们的太白色里边啊，加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笔尖上来一点点啊。那么一定注意啊，这个点的时候看压一下，像小蝌蚪一样啊。这是咱们今天啊，蕊丝一定看画的时候就是画面，就像咱们画莲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地方，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蕊丝点的时候啊。那么，你看一层一层的点它，在这里你看也是点它啊。那么让咱们的这个蕊丝呢，一下子把咱们这个画面就提亮了，是吧？那么到这里啊，点的时候一定记着啊，看它蕊丝也是有规律的，是不是一层一层的也是有规律的？那么这一层点的时候也让它长长短短。荷花咱们给大家分享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每一节课的蕊丝都是这样画，咱们是根据每一个画面的不同，那么和大家分享蕊丝的时候。也分享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在画咱们的课程的时候啊，在完成课程的时候，你可以看学会了这么多的方法之后，那么到了自己创作的时候，到咱们后边创作课啊，就是大家说了想怎么去画都可以，但是前提是咱们给大家先分享的是这么多的方法。虽然是秋天，但是通过这一抹蕊丝，大家一下子看到了这个。花漂亮不漂亮啊？那么现在啊，咱们就开始看一下叶子怎么去画了。那么今天啊，给大家也带一点点卷卷的叶子。首先，咱们是以交叉色为主。今天啊，给大家也分享一个秋天的荷叶，咱们以交叉色为主。交叉色，笔尖上来一点点花青色。然后呢，看过来啊，笔尖上我要来一点点墨汁了。那么今天啊，也看过来，咱们从哪里开始走？你看，我今天不从叶脉的里边走了啊，先从这个叶子最重的地方这一块啊，它有遮挡关系的这一块。那么你看，我点染它。所以说今天啊，也看过来。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画叶子的方法，又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从咱们最重的叶子的地方啊，让它卷起来的这一块啊，你看啊，这是里边啊卷起来的，这里我先点染它。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这个叶子是不是里边是最重的颜色？看到这里啊，刚才我没有勾它这一块，但是没关系，咱们继续，笔尖上再来一点点的墨色，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胭脂色。现在你看，让它卷起来的这个叶子，这一步我就淡淡的走它。那么笔尖上边的颜色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淡了？大家看到咱们是不是颜色越来越淡了？你看我这里让它卷了一点点啊，咱们继续看过来，这里再给它稍微重一点，让它有一个变化。好。
现在你看我下边你看再扫一下，这个就给大家要带一点点墨骨的手法在里边了。那么现在咱们继续看过来，我从下边再画下边的叶子了。那么你看咱们到这一步啊，笔尖上在叶子最重的地方，你看我点染它，只需要点染它就可以啊。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叶子一层一层的就出来了。你看现在啊，咱们也互动一下。那么现在呢，大家看到咱们的叶子下边这一层一层卷起来的叶子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第一步啊，第一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叶子。那么现在继续看过来啊，我画上边的荷叶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刚才说了，咱们的叶子从叶脉的地方，咱们要点它。你看这个点的时候啊，你看笔上最重的颜色是第一笔下去了，是不是？那么让咱们也看到大家很喜欢，那么给大家讲的时候，是不是就会给大家讲的更细一点啊？那么现在啊，咱们再继续，你看我再继续走它，笔尖上再来一点点焦茶和花青。对，这个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啊，就继续，你看荷叶卷起来的地方，我给它再来一点点颜色。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叶子一层一层卷的这种感觉也出来了，是不是？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这个叶子带了一点点咱们的这个墨骨的形式。我现在也和大家也说了，国画一个就是调色，一个就是用笔。那么现在你看莲蓬这里这个荷叶这里啊，咱们就要它稍微重一点，我点它。那么尖尖上边的地方，现在我再继续。因为刚才啊，咱们也看到了咱们的这个荷叶啊，这个叶脉我用了什么颜色？用了一点点咱们的这个太白色哈，它自然它就会晕出来，是不是？那么现在到这里的时候啊，咱们让它这个叶子看再点，那么这个就是带一点点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带了一点点墨骨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现在这里啊，还有我继续，你看，给它颜色，你看，笔尖上来一个颜色啊，你看，咱们从咱们的这个勾线的这个地方，咱们给它点染。那么秋天的荷叶啊，怎么能画出它这种斑斑驳驳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点点秋天的韵味儿？一个是通过咱们的颜色的变化，一个是通过什么？通过咱们的手法技法还有调色的方法，那么让大家感受一个秋天的叶子的变化。现在你看我把它要卷起来了，那么虽然是秋荷，但是呢咱们在画的时候也看到了，咱们让它有一抹什么颜色？有一抹黄黄的颜色。对，那么这样的话啊，你看一下子让咱们的这个画面呢亮了起来，是不是？现在这只是咱们第一步啊，看过来啊，你看荷叶卷起来的地方，我们给它稍微来一点，像这里啊，也是卷起来的叶子。那么里边这个卷起来的叶子，我给它颜色就更亮了。大家现在看到了，我用了一个什么颜色？咱们用了一点点咱们的朱标色。对，你看我继续让它有一个变化。现在呢，再继续看过来啊。那么这种斑斑驳隐隐约约的感觉啊，咱们要画出来。现在我就加了一点什么颜色？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胭脂色。继续。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咱们就到收拾的时候了。现在看到咱们的这个叶子一层一层的卷起来了，
这个就是要来一点点什么颜色了？我来一点点咱们的胭脂色，你看，给它一点点胭脂色。这里还有一点点没画完，是不是？这里还有一点点没画到的地方，咱们把它点一下。今天啊，就教大家画一个很漂亮的荷叶。那么现在点这个颜色的时候啊，紧挨着咱们墨线的地方，看过来啊，这个就是刚才咱们用那个太白色，是不是点了一个墨线？加一点点焦茶色、花青色，有一点点墨汁，加一点点墨汁加到里边儿。你看，点染它啊，这个就是说画的时候啊，一定注意。现在咱们就要到了点染的时候了，就是整个画面来收拾的时候，千万不能平涂它啊，千万不能平涂。所以说，这就是给大家教方法了。你看，那么秋荷它有这种斑斑驳驳的感觉，是不是？咱们现在就要给它把叶子斑斑驳驳的感觉要画出来。点它，对，继续，你看，笔尖上只需要刚才调的颜色，咱们把它点一下。那么今天啊，咱们这个荷叶，我看大家会了没有？点一点点墨汁啊，咱们还要给它有一点点斑斑驳驳的感觉，我现在就要画出来了。啊，这个就是让大家也一层一层的跟着咱们来画啊，不是说大家看到以后啊，就跟着画的时候看一笔描一笔，一定记着啊，咱们给大家的这个就是让大家跟着咱们是一步一步来画。你看现在啊，我把这个继续给大家再分享一下。那么重的地方给大家点一下，让这个叶子呢更明显一点点。看这里，现在我笔尖上稍微来了一点点墨汁啊。那么重的地方，现在咱们一步一步的点它。你看，我现在用的是几号笔？用的是咱们的3号笔啊。你看这个墨线你不用担心，看过来啊，还要画哪里？你看有结构的地方，我再继续点它一下。那么让这个结构呢再明显一点点，所以说这个啊就是大家画的时候一步一步的，你看啊。那么咱们这个纸啊是一个龙纹宣，它这个非常漂亮啊，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肌理的效果啊，它出来以后也是非常漂亮的。一步一步的，我继续啊，你看让咱们的这个叶子呢斑斑驳驳的感觉再出来，是不是？看斑斑驳驳的感觉，咱们把它再点出来。那么现在看过来啊，咱们给它这一块画一个掉下来的叶子，好不好？你看这个叶子从哪里走？你看我画的这个啊，让它有一个半遮面的地方。那么从这里，你看先点一下啊，那么画过来，你看让它有一个变化。那么现在再继续，你看。钉头梳尾的形式啊，所以说今天啊给大家也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么这个就是在画到叶子的时候啊，画这个花瓣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它的变化。你看，我让它再继续，那么让它看不到了，这里边啊，遮到咱们的这个后边去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在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遮挡的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咱们给这块呢，再给它错一个叶子啊，小一点点的叶子，让它再出来。给它只露出来一点点。那么这一个叶子，咱们给它穿插到这里。现在这是第一步。那么现在呢，咱们把这个叶子我继续画完，看过来啊，咱们清水笔。你看，笔尖上点一个白颜色啊，咱们从哪里走？你看，笔尖上我压一下，尖尖压一下。那么最重的地方是颜色最白的地方啊。你看，我笔尖上是不是紧挨着咱们的墨线？你看，紧挨着墨线。那么现在呢，笔尖往下走。啊，你看现在
第一个花瓣啊，那么咱们把它画了一下，都是由咱们的尖尖的地方，你看重一点，重一点啊。那么现在咱们再看一下啊，这个都是咱们这个课程里边的啊，这2天和大家分享的秋荷系列。那么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落款，可以把名字写在这里。那么也可以啊，也可以怎么去写？也可以把款看压一个章压到这里也是可以的。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名字写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啊，不要写的太大，一定记着不要写的太大。你看，我就写一个名字就可以。然后呢，咱们把章落一下。你看，章落到哪里啊？不要紧挨着咱们的名字，稍微给它落一点点。那么今天这个啊，还可以用一个小的闲章。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啊，可以看用一个小闲章，咱们再把它落一下。好，今天咱们这个啊，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漂亮的一个作品。